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三大平台抢风赵丽颖，内娱顶流实锤，腾讯甩出王炸稳赢年末流量战。2025年末的内娱长视频战场，罕见地出现了一幕反套路名场面，不是新流量空降，不是话题艺人硬捧，而是腾讯、爱奇艺、优酷三大平台几乎同时把资源砸向同一个名字赵丽颖，没有遮遮掩掩，没有试水观望，直接真金白银，牌面拉满。这不是营销噱头，而是一场关于确定性的豪赌。在流量红利见顶，观众耐心下降的当下，平台最怕的不是剧不爆，而是不知道会不会爆。而赵丽颖恰恰是当下内娱为数不多还能给平台提供确定性的演员之一。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三大平台在年末节点集体翻牌赵丽颖，本质是一场冷静到近乎功利的商业判断。影视行业分析师林放指出，现在的平台策略已经非常清晰，不再赌概念，不再赌新人，而是赌可验证的履历。赵丽颖的优势在于，她的每一次成功都不是偶发，而是多类型、多周期的持续兑现。双引号，从古装仙侠花千骨之否，到现实题材风吹半夏，再到电影与主旋律项目的稳定输出，她的履历几乎覆盖了平台最需要的所有内容赛道。换句话说，她不是某一类观众的顶流，而是横跨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取向的安全牌。在这场三方博弈中，腾讯视频的优势几乎是碾压式的。一方面，腾讯重启重播《与凤航》，激活成熟爆款 IP。《与凤航》当年播出期间创下的弹幕破亿，站内热度峰值纪录，至今仍是腾讯古装剧的重要样本。此次重播并非简单回锅，而是通过花絮释出、话题联动，将老剧转化为新一轮引流工具。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现实主义大剧《小城大事》的定档。这部定于2026年1月10日播出的作品，不仅是腾讯独播，更是央视同步播出，直接锁定开年主流剧的黄金窗口。影视策划人周航分析得很直白，现实题材加央视平台加已验证演技派女主，这个组合在当下几乎等同于收视基本盘。腾讯这步棋不是冲流量，是稳盘。双引号，相比仙侠剧带来的讨论度，小城大事被业内视为更具长期价值的项目。赵丽颖在剧中饰演基层干部李秋平，角色设定横跨80年代改革初期，强调人物在制度、时代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博弈。预告片中没有高密度金句输出，而是通过细碎的情绪动作建立信任感。表演指导陈月评价道，赵丽颖现在最厉害的一点，是她已经不再急于证明我会演，而是让角色自己呼吸。这种状态，往往是奖项青睐的前提。双引号，不少观众也在预告释出后表示，被她害羞捂脸、低头思考的细节打动，不像演戏，更像在看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相较腾讯的深度绑定，爱奇艺与优酷更偏向局部突围。爱奇艺以10年之约为情绪抓手，让赵丽颖客串仙侠剧《逍遥》。她的黑袍朱砂造型在社交平台迅速扩散，相关话题阅读量短时间内破亿。即便只是客串，依然成功为剧集前期蓄水。而优酷则选择对赵丽颖相关剧集开启限免，希望通过内容回流分流观众注意力。但业内普遍认为，这种策略更偏短线，难以形成长期用户粘性。过去，演员与平台是项目制合作，而如今，赵丽颖更像是被平台当作内容资产长期经营。数据分析师指出，她的剧集具备极强的复播能力，这是平台最看重的隐性价值。不是所有爆款都能反复消化，
但他的作品可以。双引号，这种资产属性让他在谈判桌上拥有罕见的主动权，也让平台愿意为他提前布局周期资源。在社交平台上，关于3平台抢赵丽颖的讨论中，祝贺明显压过质疑。有网友评论，看他的剧不用担心被糊弄，至少演技在线。也有人直言，现在还能让平台同时下注的演员真的不多了。还有观众表示，不管流量怎么变，他的名字就是一种安心感。双引号，这种评价恰恰说明他已经从粉圈认可进阶到路人信任。从更大的视角看，这场争夺战的意义并不只是某个平台赢麻，而是行业开始重新向确定性内容回归。当流量泡沫逐渐消退，演员的长期价值、作品的可复用性、题材的社会讨论度正在重新成为核心指标，而赵丽颖刚好站在了这个交汇点上。仙侠与现实并行，商业与主流兼顾。她用一部部作品把顶流这个被消耗过度的词重新拉回到实际本位。如果把这场3平台抢赵丽颖放进更大的行业背景里看，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趋势：内娱正在从流量幻想期回到结果导向期。过去几年，大量资本被潜力数据想象话题制造牵着走，结果是一地鸡毛。平台现在终于学乖了，不再问他以后会不会红，而是只问一个问题：你过去有没有反复把项目送上岸？而赵丽颖恰好是少数多次成功且成功形态不同的演员。影视行业观察员许岩直言不讳，它的价值在于抗风险能力。古装能爆，现实题材能战，主流项目不翻车，复播还能拉新。对平台来说，这就是最理想的合作对象。双引号，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内娱女演员不少，为什么3大平台偏偏同时压赵丽颖？答案其实很冷酷，因为她是少数还没被观众厌倦的名字。观众对重复人设、悬浮表演、营销大于内容的耐受度已经降到极低，而赵丽颖这些年最大的优势是她在主动拆掉自己的舒适区。从早期甜妹、大女主，到风吹半夏的许半夏，再到小成大事的李秋萍，她不是在升级人设，而是在降低表演存在感。这种变化对普通观众极其友好。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总结，他不吵不端不教你做人，就是把角色活出来。与凤航重播期间的热度回升，其实给平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真正的优质爆款是有生命周期的。数据层面显示，与凤航重播后，年轻用户与中年用户的观看比例同时上升，这在古装剧中并不常见。业内认为，这种代际共存的观看结构是平台最渴望的状态。内容策划顾问吴凡指出，这说明赵丽颖的古装形象并没有被新剧稀释，反而形成了记忆锚点。她不是被时代抛弃的演员，而是能被反复调用的符号。双引号，近年来，现实题材被反复提及，但真正跑出来的作品并不多。原因很简单，现实题材不允许演员偷懒。在小成大事中，赵丽颖几乎放弃了所有明星化外壳、短发、素色工装、低饱和妆容，人物情绪更多藏在眼神和停顿里。这种表演方式恰恰是现实题材最需要的。有电视台内部人员透露，这类剧在试看片会上往往更容易获得年长观众与专业评审的认可，因为你能感觉到演员是真的在为角色服务，而不是为镜头服务。从商业角度看，赵丽颖已经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个人品牌升级。品牌研究学者李成认为，她的名字本身已经具备内容预期功能。观众看到赵丽颖主演，会自动降低试错心理成本，这对平台极其重要。双引号，换句话说，
它不是靠热搜说服观众，而是靠履历让观众愿意点开。网络舆论的转变本身就是答案。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赵丽颖的讨论近年来明显从粉黑大战转向作品讨论。热评区里类似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她现在不需要证明什么，反而最稳。每次行业唱衰，她都用新剧回应，不吹不踩，是真的有东西。双引号，这种评价在娱乐圈并不常见，却极其珍贵。回到最初的问题，这场年末流量战，谁是最大赢家？短期看，腾讯视频凭借与凤凰加小成大事的双线布局，几乎提前锁定了年末到开年的核心关注度。长期看，所有压住赵丽颖的平台，其实都在为稳定内容供给买单。而真正的赢家，也许并不只是一家平台，而是一个逐渐回归理性的行业。结语：当流量神话褪色，当速成明星失灵，平台终于意识到，能反复被验证的演员，比任何概念都值钱。赵丽颖并没有站在风口上喊口号，她只是一步步把角色演好，把作品交出来。三大平台的集体选择，不过是市场给出的最诚实反馈。年末这场抢人大战，看似喧闹，实则冷静，而答案早就写在每一份数据和每一次观众点击里。内娱顶流是不是实锤？不靠吹，靠时间。